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个人觉得蛮好的几条人生忠告。如果你有听过，那就再复习一遍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不是心灵鸡汤，而是基于心理学研究总结出来的实用的建议。如果你此刻也正在为未来迷茫、为关系困扰、为成长焦虑，那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。第一条忠告：学会延迟满足，但不要过度自律。说到自律，我们应该都听说过那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。研究者把一颗棉花糖放到孩子面前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如果能忍住不吃，过一会儿就会得到2颗。那些能够等待的孩子，后来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好。这个实验让很多人相信，自律就是成功的密码。于是我见过太多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严谨，每天按时起床、健身、读书、工作，日复一日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后续研究结果是，过度的自律可能会带来心理问题。人他不是机器，人需要灵活，需要偶尔的不完美。就像弹簧一样，如果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，反而会容易折断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适度的享受当下对心理健康同等重要。设定目标的时候不要那么死板，给自己留出一点犯错的空间，放松的空间，允许自己不完美。第二条忠告：发展你的情商。很多人认为智商高就能成功，但是我见过太多高智商却在人际关系里屡屡碰壁的人。当你仔细观察，你就会发现，办公室里混得最好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情商最高的。有一个女孩，我们暂时就叫她小雨，名校毕业，专业能力很强，但她总是抱怨同事不理解她，领导不重用她。然后在我们的谈话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她有一个习惯，她喜欢用逻辑去说服每一个人。当别人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他会直接指出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他不明白，人是感性的动物，情绪往往比逻辑更重要。一个人的成功，智商只占 20%， 而情商占了 80%。 什么是情商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理解自己的情绪，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同时也能够感知他人的情绪，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。提高情商没有什么高深的秘诀，也就是每天晚上临睡前问问自己，我今天经历了什么情绪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。平时与人沟通的时候，多关注对方的表情和语气，尝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感受。当情绪激动的时候，给自己10秒钟的时间，然后做深呼吸，然后再开口说话。第3条忠告：建立边界感，学会说不。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类似经历，就是同事请你帮忙加班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；朋友请你聚餐，你明明很累，但是还硬撑着去。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不会拒绝。他们总是对别人很友善，却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边界模糊，指的是一个人无法清晰地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责任、需求和情感。长期边界模糊会导致自我价值感低，容易出现被他人操控，甚至会焦虑、抑郁。建立健康的边界并不意味着自私，相反，这是自我保护和自我尊重的表现。第4条忠告：不要害怕，年轻就是资本。现在的短视频平台非常多，很多人辞职专业做短视频，发展的还不错。
我看到过很多人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，刚开始也是在自己的1亩3分地上工作，感觉还可以。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工作倦怠，想转行，但是又不敢转行，觉得风险太大。不过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专职做视频。只要肯坚持，不怕出错，边做视频边调整，付出总是有回报的。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，人生不是被过去决定的，而是被你对未来的期待所牵引的。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，试错的成本相对比较低，重新开始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多。但是试错它不是盲目的行动，你可以先在一个行业里面用业余时间慢慢尝试，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，比如说半年或者1年，然后记录下过程，记录下你的收获和教训，这样即使失败也没有白费功夫，起码我们学到了经验。第5条忠告，建立深度的关系，远离关系依赖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微信里面可能有几百个好友，但真正能够深度交流的人却很少。我们看起来很社交，实际上却很孤独。哈佛大学进行了一个长达80年的成人发展研究，发现真正让人幸福的不是金钱或名声，而是高质量的人际关系。但是很多人在建立关系时会陷入关系依赖的陷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过分依赖他人的认可和陪伴，失去了自己独处的能力。所以学会独处，学会和自己对话也很重要。每周给自己安排一个独处的空间，独处的时间，去读书，去思考，或者什么都不做。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关系当中，在关系里保持自我，也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改变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记住，成长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，就像我们的心跳并不是一条直线，有高峰，有低谷，有清晰，也有迷茫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话，你的潜意识正在主导你的人生，而你称之为命运。当你开始觉察自己，了解自己，接纳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走在了成长的路上。所以年轻人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这个世界很大，很多路，不要着急找到那个标准答案，可以慢一点没有关系，错也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保持自己对生活的好奇心，保持自己的耐心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收藏，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历。我们下期见。